随着一声沉闷的嘎吱声响起，庄严的皇国之门缓缓开启，仿佛历史的长河在这一刻汇聚，无数岁月的尘埃随风飘散。门扉之间的缝隙越张越大，一股令人窒息的威严气息扑面而来，仿佛能将他们的神魂都牢牢锁定。皇门之大，犹如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宏伟之门，其上镌刻着古老的文字和图腾，每一道雕纹都仿佛蕴含着千万年的智慧。虽然不少神奇强者悬浮在空中，可以看到城池内的浩大奢华的景象，金瓦金墙在薄雾中若隐若现，这就是皇国的气息。可是想要进去，就必须从皇门这里走进去，不然贸然从城池上空飞进去的话，直接会被城池上方的无形禁忌屏障所吞灭。因为在城池的上方依旧有着一道无形的禁忌屏障，比之前所见的火山口禁忌能量强大100倍不止，仿佛能吞噬一切不净的神奇之魂。大门开了，随着皇门的开启，无数强者们的呼声此起彼伏，他们的脸上洋溢着难以抑制的兴奋和期待，眼中闪烁着对这方独立皇国的渴望。他们争先恐后地涌入这片被神秘禁忌能量守护的皇国之地。萧炎、灵动、沐尘他们倒是没有那么着急，等所有来参加神脉会的那些神奇强者进去之后，他们先是打量了一下这座高大城池之上的无形禁忌屏障。萧炎、灵动、沐尘以及花仙子云云的目光如炬，他们站在巍峨的城池之前，仰望着那似乎触手可及的天际。无形的禁忌屏障如同一道不可逾越的透明壁障，环绕于这座古老而神秘庄严的城池之上。他们身为大道主神，自然能够感受到屏障内蕴含的恐怖力量，那是深邃而庞大的能量，足以让天地变色，生灵涂炭。这神州皇国竟然用这样的恐怖力量在守护着自己的整个皇国之地，那么这皇国之中究竟还有什么让他们意想不到又震撼的事情？他们的目光转至那位迎接他们的女子身上，她身姿轻盈，步履之间透露出从容不迫的气质。萧炎、灵动等人立刻察觉到，这女子并非寻常之辈，她的气息深沉而强大，竟与他们自身的大道气息不相伯仲。这一刻，他们心中不禁波澜起伏，这位女子的实力让他们不得不重新评估这神州皇国的底蕴。周围的环境虽肃穆静谧，但萧炎他们却能感受到这座城池蛰伏的巨大力量。风轻轻吹过城墙，带起一阵尘土，仿佛连风中都夹杂着历史的沉重与神秘。而那位女子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她的双眸中似乎也藏着千万年的故事。身为圣花殿花仙子身份的云云则是柳眉微皱，显然对眼前这位女子的实力感到一丝凝重。他们身为大道主神，在与整个诸神万界之中行走时，都很少会遇到同级别的对手，但在这神州皇国，竟然连迎接他们的女子都是能够与他们比肩的存在。独立的神州皇国好像非常不简单啊，甚至我感觉到他们的底蕴比起丹神塔这等超神巨擘势力还要强大。灵动那双深邃眼中的惊讶之色毫不掩饰，仅仅一眼望穿这神州皇国的恐怖之处。对于灵动所说的话，萧炎、沐尘、花仙子云云也没有否决之意，并且他们也认同灵动所说，看来这神州皇国并不是寻常的一方独立世界。他们默默地将目光收回，准备跟随这位女子进入城池。他们的神情之中有着一丝期待，更多的却是对未知的警惕，以及这方神州皇国中无疑还隐藏着许多值得探索的秘密。原本他们只是来参加神脉会，拍到自己所需的神脉品就会离开，但是他们此时也逐渐的对神州皇国感到了万分的好奇。好奇为什么如今的神州皇国可以如此的强大，同时又回想起丹神塔塔主所说的话，在很久以前，整个万界神州可都是皇国势力执掌，即便是东西南北州也都是皇国的管辖之地，只是为何会缩小至如今这般范围，并且还形成了独立皇国，不与外界有过多的接触。既然来了，那么就探一探这神州皇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萧炎他们的好奇心驱使着他们一定要在这里揭开神州皇国千万年的秘密。紧接着，萧炎他们在打量了这里的一番后，便是迈着步伐缓缓地走进皇门之中。在他们的身影消失在皇门中后，城池上的那位女子的脸上但是露出不易察觉的微笑，嘴角微微摆动，一道只有自己才能够听到的声音响起：这几个人倒是有些意思。萧炎、灵动、沐尘等人踏入皇门中后，也来到了真正的神州皇国之地。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再次震撼，这里宛如仙境中的皇国，与外面所见截然不同，更加令人震惊。这里有不一样的山川河流，鸟语花香，并且生机盎然。遥远的天际边还有一座座金色的山脉连绵不绝，奇形怪状的建筑屹立在山上，并且时不时的还有巨大的飞鸟掠过，发出一声声震耳欲聋的鸣叫，让人心神颤动，并且扇动着宽阔的翅膀，带起一阵阵清风，吹拂过他们的脸颊上，似是神州皇国的欢迎仪式。在来到神州皇国的所有神奇强者都感觉到一股强大的能量从脚下的大地传来，让他们的浑身热血沸腾，空气中也弥漫着磅礴的独特能量，冲击着所有神奇强者体内的每一个细胞。这是皇国独有的气息，强大而不容抗拒。他们的心跳也不由自主地加速，脸上写满了震撼与敬畏。
每一次心跳都似乎在天地间的这股能量共鸣，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滴水、每一道空气都蕴含着强大的能量分子。这就是让他们震撼无比的神州皇国之地。这方皇国的资源比起诸神万界中的任何一道超神势力都要强大磅礴很多，即便是神州最强的超神巨擘势力都比之不上。这里除了磅礴的独特能量外，还是一方极为繁华的皇国之地。即便没有他们这些万界的神奇强者来参加神脉会，平日里的皇国依旧格外的热闹非凡，只是今日皇国内的热闹程度再一次的被拉高了。在一条很长很长的街道上，这里有着属于皇国的那些商贩，他们在自己的摊位上摆满了各种奇珍异宝，神光流转，令人目不暇接。那些商贩们叫卖声此起彼伏，竞相展示着自家的宝物。那些来自万界的神奇强者们见到这里的每一件宝物都是外界所见不多，甚至都极其罕见的珍品，这里竟然全都有，那竟然是神器，连神器都拿出来交易，这皇国果然令我惊叹。一群神奇强者纷纷露出难以掩饰的骇然之色。要知道，神器虽然外界势力中也有众多，可是这里的神器排名也并非靠后，而是比较靠前，得此神器至少也可以提升自己的战斗力。所以不少神器强者纷纷拿出已经被兑换好的圣元，脸上带着高兴之色，拿起刚刚买过来的神器之物。他们闭上眼睛，感受着神器上传来的能量，都让他们身上的气息有所微微变化。除了这些神器之物，还有一些神丹妙药和稀有的药材，以及一些残破不起眼的宝物，应有尽有。人潮汹涌，各路强者摩肩接踵，有的议论着即将开始的神脉会，有的则在低声交流着彼此在这里率先买到的宝物。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期待与紧张的气氛，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对神州皇国内的所有事物的认可。这里不比外界，之前那些神势力、超神势力想要获得一些更好的资源，就必须想方设法进入神器联盟。可是想要进去神器联盟的门槛很高，导致很多势力都被拒之门外。而如今在神州皇国中，那些曾经让他们求之不得的奇珍异宝和资源，只要有足够的圣元就可以买得到。甚至有些神奇强者已经忘记了自己是来自外界，以最快的速度融入到了皇国的氛围和众多的资源中。没想到这里的繁华程度比起5万年前依旧没有任何的变化，还是如此令人羡慕。说话的行神长老，他们并不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在上一届的神脉会中，他们也来参加过，也拍到了很多神脉品以及精品。也就是如此，丹神塔的底蕴也逐渐的上升。如今神脉会再次开始，他们丹神塔依旧与往期一样，在神脉会中拍下更多的精品，来再次壮大丹神塔的底蕴。对了，这一次神脉会中有一道精品之物，是塔主大人点名所需，一定要将其拍下。内塔之主的沉吟之声响起，这也是他们此次前来的最重要目的。毕竟塔主所需之物一定是重中之重。只要将那一物拍下，相信塔主大人的实力将会更上一层楼。对于丹神塔的财力底蕴，拍下那一物应该不是大问题。然而就在这时，萧炎的目光如利刃一般锐利，透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无意间看到在人群之中一名身着黑衣的男子。这黑衣男子站在一个不起眼的摊位前，似乎对周围的一切都漠不关心。然而他身上散发出的阴沉诡异的气息，却如同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让周围的空气都发生了凝固。黑衣男子的脸庞隐没在阴影中，只有那双眼睛在昏黄的灯光下闪烁着寒光。或许是感应到了有人在窥探他，他的目光与萧炎四目相对，而两人之间的对视充满了紧张和对抗的气息，仿佛点燃了无形的火花。就在这电光火石间，萧炎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压力，那是无声的威胁。就在这僵持的瞬间，一只手轻轻搭在了黑衣男子的肩膀上，仿佛是朋友间的安慰，却又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命令。走吧，现在不是时候。声音低沉而又压抑，仿佛来自深渊，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重量。黑衣男子收回目光，他没有动怒，只是轻轻的点头，随即消失在人群之中。萧兄，刚刚那个人的气息极其诡异，你们认识吗？刚刚的举动直接引起了灵动牧尘以及花仙子云云三人的关注，毕竟他们三人都是大道主神的实力，感知力相对非常的敏感。萧炎注视着那黑衣男子的背影，直到他彻底融入人群之中。他知道眼前的这个神秘黑衣男子以及他所要寻找的东西背后必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不认识，但是那人很危险，大家都要小心一些。此话一出，让得灵动牧尘花仙子云云的神色微微一变，因为他们很难在萧炎的口中听到说对方很危险的话，毕竟他们也是一位大道主神的实力，在整个诸神万界之中都是能够统治一方大洲的恐怖存在。然而即便是这样的存在，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难道说刚刚的那位黑衣男子的实力比他们还要恐怖可怕吗？